我现在开始钉天花板，这时候我们需要先用雷射来做水平。我会从天花板下降20公分，然后来钉天花板的部分。那15年前我开始做装潢的时候，那时候都是用水管在抓水平，那现在几乎都是用雷射在做的。那我又不想花太多钱去买一个比较大台的雷射机所以我就买了一台像这样子的小型的雷射。这一台雷射它有附一个底座。可以锁在这个底座上面。那这个底座背面有强力磁铁，那你可以准备一个像这样子的铁片，不一定要 L 型，直的就可以了。那把它锁在墙壁上面，那这个强力磁铁就可以直接吸在上面。那你锁的位置只要误差不要太大，它上下都可以调整。我们就调整到你要的高度。那雷射打开。它这有个指示灯嘛，红灯的时候就代表你的机器水平误差太大，它就会这样子闪烁。那如果把它转到水平，它会就出现绿灯。这时候它就会把它校正到水平。那现在我就先把这个铁片给锁在墙上。那在装墙的部分，我也使用这一台 Hikoki 的DH3628DA。这是他们比较新的产品。那前方这里它有一个吸尘的模组。所以你的粉尘就不会掉得到处都是。它有3个模式，一个是钻孔，然后一个锤加钻，然后再一个是锤。那现在我就先来钻孔，把我的雷射给装上去。那现在就会塞一个塑胶钉，再螺丝配合这个滑丝。把铁片固定在墙上。那这个铁杆也不要锁得太歪。那这时候雷射就可以把它吸上去了。这时候可以开机，调整到我需要的高度。我这样子扫过去的话，它这个厨房的3个面，就会有雷射线了。那这个面的话是看不到的。因为它两边没有雷射可以扫，那所以你可以先把这3个面的线先画起来，或是把它的脚料先钉好，那这个再去转，像这样子往右转，那这边的雷射线就出来了。像这种简易的雷射大概1000出头就有了。如果你是很少量的 DIY， 就可以买这种小型的雷射就好，不需要买到那种3万块的。那像这种1寸1乘0.9寸的，是在装潢常用的尺寸。那一般天花板，如果不是很大的范围，都是用这个尺寸在做。那我们在钉上这个脚材的时候，一定是大面去贴着我们的墙面去钉，要让这个项是比较宽的，不会是这样子摆。这个方案的话，它的耐重会比较好，我们的钢钉吃到墙壁的量也会比较多。那像这种瓷砖的墙面，会尽量打在这个瓷砖的沟缝。那以新手来说，可能很容易打到，因为上面会被封住嘛。如果真的不小心把瓷砖打破了，那也没办法。不过它至少可以把它遮住。那如果只是一般的水泥墙那就没有差了。我们就只要照着雷射线去打就好了。照着沟缝打以后，这些装潢如果有拆掉的话，那至少拆下来之后，你的瓷砖还是完整的。那这个沟缝的钉孔就把它补起来就好了。墙壁这一圈刚刚这样子就钉完了，那接下来就是要下中间的木条。那因为我的天花板并不是钉细双盖板，也不是钉夹板，那我会钉的是建博的壁板，那它的重量很轻，
大概厚度也就7mm 左右，所以我的骨架并不会下得太多。那我会1.2米为一个单位，这个厨房深度大概3.72米。那我会中间下2个脚料，大概1.2米左右下一个。厨房宽度1.8米的话，我中间大概会下4个脚料。我可以钉这个建博的线板，我大概37公分可以钉1针，把那个建博的线板给固定住。钉上面的骨架这个脚料比较大的这个面，我就必须要朝下。通常底下都会钉夹板，那我们必须要一个比较大的面积朝下，我们可以连跟钉的范围会比较大。钉的时候要斜钉，大概45度左右。那先钉1针，距离底部大概出来大概1-2公分的位置，到我们的入钉点。那第1针下去的时候，因为地道的关系，它可能会被碗啄打。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脚料的位置，把它调回到置中，那另一边再入钉。那一只脚料大概要打到6只以上。打完之后稍微扭一下你的木头。看稳不稳，如果很明显松垮垮的，你就必须再补钉了。那我是从厨房外侧这里抓1.2米进去。那因为我是要钉这种很薄的线板，所以它的重量没有到很重。那通常如果钉天花板的话，细双盖板通常会是3尺6尺的细双盖板，或者是夹板，那就是3米3米一个间隔去下脚料。那我现在要下直的这一项，这个宽度180，我会下4只脚料，大概37公分会有一个脚料。这中间要下4只脚料嘛，所以我这个180的空间我要去除以5，得到的数字我们就必须裁一块跟它一样的脚料，那我们用这个脚料去画线，我就不需要拿尺在那边量。通常我会从2个墙面有直角的一边一路钉过来，最后这一格通常它会有大小头的问题，所以这每一只脚料可能长度都会不一样，那就必须一个一个量。那前面那几个通常长度都会是一模一样的。那钉这种装潢脚料，有时候少个半米1米是不会怎么样，钉子是下多一点点。
它现在会在中间这两个横杆下支撑架，把这横杆跟天花板给拉住。那它会定成一个 T 字形的结构，钉在天花板，然后再接到这个脚料上面。那如果空间比较小的话，那就是整个天花板是拉到一个平面的。那如果是比较大的空间的话，中间会稍微往上抬一点，这样久了之后才不会往下沉啊。那它的幅度大概就1-2米而已，不会太多哦。那刚才切下来的一些小料哦，这时候就可以拿来做。那钉在天花板的这一块，短边先朝上，然后要接骨架的这一块，长边这个朝上。我这样子就钉好一个。那这种支撑架通常会落在这种位置，我就是两个脚料相接的地方。那如果这个杆是这个向的话，这个就会反向。那这其实不需要钉太多，大概钉个2-3针，其实它就非常强。这个时候我们会把雷射稍微往下拉一点，不会对在原本的水平。像这样子。那我们拿一支脚料靠上去。对着这个雷射线去画线，我用直角尺把它延伸一整条。我顶着脚料的时候，雷射线是刚好打在我刚刚画的记号线。那我现在把刚刚这块木料顶上来，我们刚才画的线是低于我们的雷射线嘛，那我们就必须把这个天花板往上顶，顶到这条线为止，我们再把这个木料给钉住。那这样这个位置就会跟四周的脚料是呈现一个水平的。确定到位之后，把它钉起来。4个支撑架都钉好之后，这个天花板就会非常的强，那也不会有下沉的问题。那这支撑架如果做得太长了，就凸出来就把它切掉。厨房天花我要装3个16瓦的15寸的砍灯。那线路的话会使用扁条线。那这个是2mm的，因为是自己在装潢所以想用粗一点，那就用2.0mm的扁条线就可以了。天花板在封板前要先把电线给布置好，挖孔之后我们才有办法拿到电线。现在这3盏灯线都接上去了，那来测试一下。那我因为不是专业电工的，在封板之前，我想要先灯都接上去，那确定都会亮的，我再封板，这样比较不会出错。那3盏灯的亮度，我觉得是够了啦。那我本来预计是要加到5盏灯，那后来想想可能不需要到那么多。那电的测试完成之后，电灯拔掉。那正负极一定要把它分开，把那绝缘胶带贴好。我们一定要确保我们在施工的时候，不要碰到它导致短路。像我孔会挖在这个正中间的位置，那电线我就统一放在这一侧。那到时候我孔挖完之后，从这边一拿，我就可以拿到我的电线了。那这样也不用担心说我们在挖孔的时候会让这个电线受损。